Hello，大家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伴随着贝加朋克公布世界即将沉入大海的消息，海贼的剧情呢可以说是又被推向了一个小高潮。而咱们的 OP07 正是以弹头岛为主题，也可以说同样是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热度。我明显感觉到我自己的小群里面新朋友是越来越多了，明显越来越欣欣向荣。不过每当有新朋友入坑，都会有绕不开的问题，就推荐下卡组。这个问题本身无可厚非，毕竟刚开始嘛，更多的都是需要熟悉这个游戏的整体玩法和运行逻辑。但是只要过了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就会进入需要自己去组卡组的阶段了。虽然大部分的朋友在有些时候可能多数会选择找一套上位，直接按着组了。这里呢，我其实不太建议这么做哈。为什么呢？虽然人家能打上位，一定是有它的道理在的，但是首先是每个人对于游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同样的卡组，不同的人玩，可能都会打出不一样的运营思路。没有谁对谁错，只是观念想法不同而已。我常常会教给大家一句话，没有最好的构筑，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构筑，就是这个原理。另一点呢，有些上位构筑很多时候呢，其实是利用了一种信息差，利用人们对该卡组的一种惯性思维，达到一种出其不意的效果。比如之前日本决定赛的速攻艾尼路，还有带大小轻质的路飞，这些其实都是信息差卡组。过了那一次构筑曝光，在之后呢，大家都会防范了。因此，找到构建出最合适自己的卡组才是最重要的。今天呢，我就把我构建卡组的心得体会，我是如何去构建卡组，构建卡组时会思考哪些内容，出现分歧该如何取舍，全都分享给大家。各位，咱们搬好小板凳，先赞后看，养成好习惯。新一期的考研班，咱们开课了。当然本期还是针对 OPCG 的，每个游戏都会有自己的卡组构建思路，不过有些思考内容是通用的，可以相互借鉴，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相互学习。先分析自己的性格风格，根据自己的风格选择适合的领袖。就跟咱们做 MBTI 似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对应的性格习惯，而你是什么性格就决定了你适合玩什么类型的领袖。举个例子，我媳妇性格比较直，还没有耐心，让她玩个赤犬陆琪这样的，每轮要算一大堆数，她可受不了。安妮路这种不让她打的，得忍着的，她也受不了，所以她就适合紫路飞大河这种的快攻冲锋型的领袖。之后的07环境点评时，我会详细跟大家分析一下各个领袖适合什么样的性格去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里呢，我就先简单的说两句。如果你是个结场癌呢，就玩陆琪佩罗娜；喜欢打资源消耗呢，就玩波尼女帝；喜欢运营操作对大局观自信的，就玩红紫罗莫利亚；脾气耿直的呢，就玩紫路飞大河；喜欢防守反击对自己的运气成分比较自信的，就玩安妮路；喜欢更看重自己的节奏的，玩娜美黄黑路飞。选择完适合自己的领袖，咱们再进入下一步。当然了，如果你身边有正在玩你想玩的卡组的小伙伴，你就直接找他借来体验一下，让他稍微指导指导你。虽然每个人思路会有不同，但是你玩都不会玩呢，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思路了。这时借鉴一下问题不大。用韩寒的话说呢，就是世界都没有观过，哪来的世界观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真的玩两把就知道适不适合自己了，这样更直接。选择好合适的领袖了，咱们就该进入下一步了。分析领袖技能，分析颜色特点，去总结自己对领袖的理解。各颜色有什么特点？如果有小伙伴不清楚的，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对各个颜色的特点总结，玩什么颜色看对应的颜色就可以了。当然了，都看了能有助于帮助你在面对不熟悉的领袖时，猜测他能做到的事情有哪些。根据颜色特点，再结合领袖技能，尝试去分析下这名领袖适合的打法方式，然后去找上位构筑，验证一下自己的猜想。如果有想法上的出入，也不用马上否认自己，先尝试理解一下人家的思路想法，然后自己心里对比一下，认为哪个思路更适合自己。一定要记得永远以自己为中心，人就活这一辈子，得让自己痛快了，对不对？当然了，分析领袖技能这个事儿其实是个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举个例子大家就懂了，黑色主要是围绕着费勇和墓地的颜色，而莫利亚的领袖技能呢是从墓地叫人，所以理论上讲莫利亚的打法是完全可以以铺场为主，所以目前07环境的铺场型莫利亚，其实在06就可以玩。你能说在06就提出走铺场莫利亚思路的人有问题吗？当然不能了，只不过因为06时赤犬还在，你不解他就把你解了，愣亏。而现在这种领袖减少了，同时又失去了大喷火，所以又走回了战场思路。这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举这个例子呢，也是告诉大家，只要愿意多思考，理解上是没有对错的。大家呢也都是欢迎新思路的，保不齐你提出的一个新思路，日后就成为主流了呢，对不对？3. 寻找适合自己对领袖理解的单卡。这里呢，我用的是领航 OPCG 卡查这个小程序。先说下这确实不是广告，我呢也是真心觉得为大家做这种专业的汉化软件的人很值得大家尊敬，为大家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咱们应该感谢一下他们。然后说一下这个小程序的主要用法。其实呢，就是把刚才经过你思考之后，你认为契合你思路的单卡去找出来。比如你认为需要找些减费的，
就搜索关键字费用减，你需要找4费的鬼船，就费用4特征恐怖。新手玩家这个过程可能会相对漫长一点，因为你需要认识的单卡会很多，从 ST01 出到现在1000多张单卡，别说你了，我都认不全。但是请相信我，这个过程一定是值得的，因为你认识的单卡越多，你对体系的认知呢就越完整。更主要的是，在你认识这些单卡的过程中，你很可能就会突发奇想出一些可以联动的 combo， 不管你想到的这些 combo 现在是否正在被使用，这都是专属于你自己的理解感悟。时刻记住，理解上没有对错，有想法是好事，就怕没有想法。我经常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鬼点子，就是这么一点点看出来的，甭管有没有道理，是否实用，我都愿意分享出来，万一哪天就用上了呢，对不对？当然只有这一步做好了铺垫，你下一步才会走得顺利。4. 根据单卡构思 combo。 不知道大家观察过没有，每个卡组都有自己的一套独有的运行逻辑，而构成这些运行逻辑所依赖的就是一些大大小小的 combo。 比如绿黑 box 佩洛娜其实就是依赖的是和之国的过牌，陆琪就是减费和 KO 之间的配合，就连艾尼路这种基本就是纯大哥的卡组也会有卡尔奶白星、卡尔奶日和这种 combo。 你觉得这些 combo 是卡组组完之后再想到的吗？一定不是，一定是先有 combo 再有构筑，每套构筑都是在围绕自己的几个核心 combo 进行的。最明显的应该就是雷九、黄黑路飞这种纯 combo 卡组，其他所有卡组也有，只不过没有黄黑路飞那么明显。比如红紫罗，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带艾斯，其实就是4费时艾因或者小冯，下轮7费占个大艾斯，压制力会很强，这也是一种 combo。 就连紫路飞这种 good stuff 军，它的1、4、7、10之后的5+5、6+4，其实也就是一连串的 combo。在构筑之前，先想好最核心的 combo， 然后围绕着核心 combo 去组建卡组。想明白这个思路，很多选手的构筑你就能理解了。不是我说这个构筑思路一定对，但是至少是运用我这个思路的话，你能在构建卡组的过程中，以及在之后打牌时的运营中，更有明确的目标。有了明确的目标，你的操作和运营也会更流畅，就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核心 combo 就是你的卡组骨架，房屋的地基，地基打好了，打扎实了，大厦才能牢固。5. 有了核心 combo 之后，就该为你的卡组剩下的单卡取舍进行构思了。核心 combo 呢是骨架，其他的单卡其实就是在帮助你的卡组填肉了。这部分的选择，我采用的方法也很简单，可能比较笨，但是是我自己实际操作下来最实用的办法。首先是把你所有认为可能辅助核心 combo、契合领袖技能、单卡非常厉害的卡全都整理出来，还是用 OPCG 卡查。这个小程序内是没有设置卡组内的卡片数量上限的，所以你就把所有的你认为有用的卡都放进去，不用考虑卡组50张的限制，就往里面填，也不要钱，对不对？就往里放就行了。当然了，全都放进去之后呢，一般来讲不会是正好50张的，肯定还是要多很多的，可能有个60、70张都有可能。这一部分呢就是初筛，也可以说是粗筛。因为之前我是做产品经理的，需要去把控 APP 内的各种功能，当时我其实也就是在用这个方法整理需求。我当时会把所有我认为有可能需要的功能全都罗列出来，然后再去思考这个功能对于这款 APP 的重要程度的优先级或者必要性。只要是不必要的我就删掉，放到备选功能里面去；只要是不必要的我就删掉，放到备选功能里面去。如此反复，就能得到最简版的、最快就能上线的实用的产品了。虽然是个笨办法，但在删减的过程中呢，你就能把所有的功能全都过一遍了。不但能帮助你完善产品的底层运行逻辑，还能帮助你日后针对产品出现的问题时做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就是把之前砍掉的功能再加上。组卡组和做产品的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初筛呢都是对卡组有用的，然后就是一张一张的思考这张卡的用法是什么，是不是对于我的理解里是必须的，是必须的就留下，不是就删掉，是就留下，不是就删掉，一张一张的确认，就能得出你的最简版的卡组雏形了。当然这是有可能超过50张，也有可能少于50张，少于50张其实就比较简单了，你肯定会想需要加回来点什么，这时往往你想到的第一张卡其实就是最适合加回来的，跟着自己的感觉走，相信自己准没错。如果没有第一时间想到也不要紧，因为每张卡你都思考过了作用是什么，回顾一下每张卡被删掉的理由，找到你认为目前卡组最缺少的部分加进来，缺续航呢就加过牌，缺战场就加大哥，缺防守就加2000边或者阻挡者，缺啥补啥。因为你已经思考过每张卡的作用了，所以这个过程也会很快的。当超过50张时，你的任务就稍微复杂了。
当然，这也才是组卡组时的常态，因为剩下的卡呢，其实都是你认为的必要的单卡了，直接删掉某一张卡肯定已经不现实了。因此，此时你要做的就是调整单卡数量，因为之前都是4嘛，一套卡组50张，一定有不能下4的单卡。你要做的就是想清楚你的卡组现在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比如女帝的优势呢，就是能过牌，那组女帝卡组时过牌肯定就是最后才考虑的问题。找到最大的优势，然后找到与优势相同功能或者功能类似的单卡进行第一步删减，然后是找到功能重复的单卡，比如戈登和马库斯、索隆和吉的 TT、艾因、小冯还有贝宝，在保证卡组50张的情况下，适当削减下相对来讲最不重要或者功能性最差的那些卡的数量。这个过程呢是最需要耐心的过程，但是其实也是最重要的过程，因为之后可能还会要重复多次这项过程，所以你对每张卡想得越清楚，之后回到此步骤时就会越轻松。你可能会觉得这一步会和第3步有点重复了，都是不断过单卡，是不是可以跳过这个步骤？我认为虽然行为一样，但是其实不管是心态还有目的性都是完全不同的。我十分建议还是完完整整的做完这一步。6. 卡组确定好之后，就要进入实战去体验了。组卡组的根本目的还是要上手打的嘛，实践出真知。你的一切想法思路好不好，是骡子是马，咱得出来溜溜，对不对？这个过程中你首要注意的不是能不能赢，而是心态。心态一定要放缓放平静，你要明白你就是来找问题来了。虽然有可能刚组完第一次就大获全胜，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还是受挫居多，所以我每次都会直接说我刚组完的就是奔着输来的。成功呢可能会掩盖问题，失败才能让问题暴露出来，在一次次的失败中去总结发现问题，回去才能对症下药。所以我为什么说要一遍一遍的过单卡？过单卡首要目的就是为了加深印象。当你在实战中面对不同的问题时，如果脑海中有跳出来哪张可以用于解决问题的单卡，是不是就会有明确的修改方向了？这就是积累引起的量变。同时实战中不单需要是想对策卡，还需要实际去感受自己设想的 combo 可行不可行，实战里复刻率高不高，有些自认为有用的卡是不是可能其实没有那么有用，环境构成是什么样的，是不是需要针对环境去做些调整。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实战中才能发现和想办法解决的问题。不过这一切的基础都建立在你足够了解自己的卡组的前提上。所以为什么在开始时我会不建议大家直接去抄卡组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7. 第6步完成之后，就是根据问题重新思考了。如果是核心 combo 不厉害，或者实战比较难以达成，那就回到第5步重新思考 combo。如果是有些单卡没有用，或者需要某些单卡，就回到第6步寻找合适的单卡。最麻烦的肯定是觉得领袖理解的有问题，那就需要重新回去分析领袖了。8. 以上几轮之后，你就能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卡组了。过程可能会有些漫长，我一般一套牌打磨完毕可能需要1到2周的时间。当然我还是主要是因为要给大家出视频，尽可能会做到精细一些。咱们平时自己打牌时有个3-5天应该足够的了。再有就是些小问题的微调了，就不用着急了。相信我，虽然这几个步骤听起来繁琐，但是其实完整做过一回，第2回就是轻松加随意了，并且也是我认为好好理解一套牌最快的方式了。之前我自己不会组卡组的时候，也会上网抄构筑，看别人教怎么打 combo。一个吧，我不一定能完全理解那些 combo 的原理；另一面呢，也不一定有人教我怎么打这些 combo。一套牌上手之后，打得云里雾里的，不知道该干什么，各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最后反而是比我自己组一套练明白花费的时间还要多。打牌跟学习是一样的，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才能玩好一套卡组。好了，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够对各位有所帮助，也欢迎大家在弹幕评论区留下自己组卡组的方式方法，咱们相互学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群聊，共同交流。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咱们下个视频再见。